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件看似平常却暗藏玄机的事情，那就是吃水煮蛋。很多长辈相信每天吃一颗水煮蛋能强身健体，补充营养。然而您知道吗？水煮蛋如果吃的方法不对，肠胃迟早会出大问题。听起来夸张吗？但这是真有其事。多数老年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踩雷。鸡蛋营养丰富，被称为平民的超级食物。可是，一旦吃错方式，再好的营养也可能变成伤害。今天就带大家深入探讨鸡蛋的3大禁忌吃法，看看您是否也中招了呢？让我们想象一个日常场景：清晨醒来，您可能习惯空着肚子先吃一颗热腾腾的水煮蛋，觉得既方便又营养。中午想换个口味，煮了颗溏心蛋，嫩滑的口感令人满足。到了晚上，一时吃不完的水煮蛋放凉，留着隔夜。隔天早上用微波炉热一热再吃，免得浪费。这一连串操作看似平平无奇，很多长辈天天如此，可就是这样早上一颗蛋，半熟更营养，隔夜再加热的吃法，日积月累下来，可能给肠胃埋下隐患。第一个禁忌就是空腹吃水煮蛋。空腹吃蛋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有些长者早上起来不吃其他东西，就先吞下一颗水煮蛋，认为空腹吸收更好。其实空腹吃蛋对于肠胃较弱的老年人来说并不友善。您或许也有过类似经验，早上没吃东西就吃鸡蛋，结果胃里感到胀胀的，甚至隐隐作痛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在于我们的消化系统经过一整夜空转，胃酸分泌增加，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份高蛋白的鸡蛋，胃里的胃酸就会全力涌上来分解蛋白质。试想，清晨空腹的胃好比一锅沸腾的酸汤，忽然丢进去一颗鸡蛋，就像滴入油锅的水珠一般，立刻激起阵阵翻腾，胃酸猛烈的进攻蛋白质，难怪有些人会觉得胃里不舒服。鸡蛋虽然质地柔软，但蛋白质含量高，消化起来需要足够的胃酸和时间。空腹时胃酸浓度本来就高，猛然进食蛋白质，容易刺激胃黏膜，引起不适。特别是老年人的胃黏膜普遍比年轻时要薄弱敏感，对强烈的胃酸更为害怕。如果一大早空腹吃蛋，可能出现胃酸过多、胃灼热或胀气的感觉。曾有位70多岁的陈伯伯，每天清晨空腹吃水煮蛋，结果经常觉得上腹部不舒服，还以为自己得了胃病。其实问题不在鸡蛋本身，而是吃的时机不对。医生提醒，像陈伯伯这样的长者，早餐应该先喝点温开水或吃几口面包，稀饭垫垫肚子，再吃鸡蛋会比较舒适。先摄入少量碳水化合物，能中和部分胃酸，让蛋白质的消化环境没那么刺激。当然，如果您的胃功能很好，空腹吃颗全熟蛋未必会有明显不适，但对许多肠胃偏弱的长辈而言，空腹吃高蛋白食物始终是个挑战。为了保护肠胃，建议养成良好习惯，早餐先垫底，再吃蛋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鸡蛋不是很容易消化的软质食物吗？为何空腹吃还会不舒服？没错，鸡蛋算是柔软的食物，对于胃肠健康的人来说，不一定会造成伤害。但是别忘了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老年人或胃功能较差的人，早上胃酸分泌特别多，胃里没有其他食物做缓冲，这时吃进蛋白质仍可能导致胀气。营养专家指出，消化能力主要取决于个人肠胃状况。如果您的胃很健康，空腹吃颗蛋或许问题不大，但如果经常有胃酸过多、胃炎或消化不良，那最好不要一大早什么都不吃就啃鸡蛋，否则长此以往，胃黏膜反复受刺激，日后很可能演变为慢性胃炎或胃食道逆流，得不偿失。若您还有晨起喝黑咖啡或浓茶的习惯，更要注意，空腹喝刺激性饮料再吃蛋，双重刺激下胃部可能更加不好受。总之，长辈们养生吃蛋固然好，但请尽量避开清晨空腹这个时段，给自己的胃一个温和的开场。事实上，许多疾病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。还记得林阿姨的故事吗？林阿姨年轻时肠胃就不太好，但她一直坚持每天早起空腹吃一颗水煮蛋，觉得这是保持体力的养生之道。刚开始她除了偶尔胀气，没有太大不适，便没把医生提醒放在心上。岂料10多年下来，她的胃终于吃不消了。
不但常常灼热泛酸，晚上睡觉时胃酸还会往上冲，折腾得她难以入眠。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林阿姨患上了胃食道逆流。医生细问她的生活习惯，认为长期空腹吃蛋，日复一日刺激胃酸是导火线之一。林阿姨这才追悔莫及。像这样的例子并非孤单事件，很多时候我们年轻时不觉得的饮食小毛病，累积久了就可能在老年爆发。别看一颗小小鸡蛋，在不恰当的时机入口也能造成大麻烦呢。第二个禁忌是吃没煮熟的鸡蛋，也就是半生不熟的水煮蛋。许多人爱吃溏心蛋滑嫩的口感，但您可知道，看似可口的半熟蛋里可能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。您可能听过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，例如声称有一对夫妇2年多来每天吃溏心蛋，居然得了甲状腺癌。虽然吃半熟蛋致癌的说法是误传，但吃没煮熟的蛋确实有食物中毒的风险。罪魁祸首就是沙门氏菌，一种常见于鸡蛋的细菌。鸡只在产蛋过程中，蛋壳可能被鸡粪等污染，细菌有机会透过蛋壳细孔进入蛋内。如果鸡蛋烹调没熟透，人吃下去就可能感染。老一辈常问，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人敢生吃鸡蛋？比如日本人爱吃生鸡蛋拌饭，主要是因为当地蛋品经过严格的清洁与检疫，属于可生食级，污染风险较低。我们一般市售的鸡蛋并没有做到无菌，生吃当然风险高，不宜效仿。另外，在日常处理鸡蛋时也要讲究卫生。如果您买的是散装的土鸡蛋，蛋壳上常附有污物，一定要用流动的温水轻轻将蛋洗净，擦干，再放入冰箱保存。千万不要把沾有鸡粪脏污的蛋直接放冰箱，否则冰箱里其他食物可能跟着受到污染。打蛋时，壳上的细菌也可能混入蛋液中。记住，洗蛋时不要浸泡，只需以温水冲洗，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将污垢洗掉即可，才能避免脏东西反而被蛋壳吸进去。做好这些清洁，再加上烹煮时彻底煮熟，就能大大降低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。沙门氏菌感染会引发急性的肠胃炎症状，例如腹痛、腹泻、恶心、呕吐，甚至发烧、头痛。对年轻人而言，可能拉个2-3天，肚子就扛过去了。但对抵抗力较弱的老年人，沙门氏菌中毒可能造成严重脱水，甚至威胁生命。尤其是超过60岁的长者，本身胃酸杀菌能力较弱，免疫系统也没那么强，更容易受到细菌侵袭。曾有一对老夫妇每天早餐都吃半生不熟的溏心蛋，结果有一次两人先后出现严重腹泻，被送医诊断为沙门氏菌食物中毒，虚惊一场。医生说明，错不在鸡蛋有毒，而是他们没把蛋煮熟，让细菌有机可乘。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了个醒，长者贪图半熟蛋的嫩滑口感，可能要付出肠胃感染的代价。因此，老年人千万避免吃生鸡蛋或半生不熟的鸡蛋，煮鸡蛋一定要煮到全熟，蛋白完全凝固结白，蛋黄也结实不流动，这样才安心。一般只要将鸡蛋加热至60度维持20分钟，或者煮沸状态持续5分钟以上，就足以杀死沙门氏菌。我们平常水煮蛋，从水滚后煮个8到10分钟，蛋黄就会全熟。所以保险起见，水煮蛋至少煮到蛋黄不见红心，不流液再食用。也许有人担心把蛋煮老了会不会营养流失？其实蛋白质并不怕煮，只要煮熟，营养依然在，只是口感稍干。如果想兼顾口感和安全，可以采用沸水转小火盖锅焖煮的方法，让蛋黄刚好凝固，又不至于过老。另一方面，生鸡蛋除了细菌问题，营养吸收率也比不上熟蛋。生蛋清中含有抗酶蛋白和抗生物素蛋白等抗营养物质，会干扰我们消化酶的作用，妨碍某些维生素的吸收。例如，生蛋清里的卵白素会结合维生素 H， 导致我们无法吸收这种维生素。此外，蛋清中含有多种蛋白质分解酶的抑制剂，我们胃里的蛋白酶正是用来分解蛋白质的。吃下生鸡蛋时，这些抑制剂反而会让人体无法好好吸收蛋白质中的氨基酸。有研究发现，生鸡蛋的蛋白质消化率大约只有50%，而煮熟的鸡蛋消化率可达90%。换句话说，吃生鸡蛋不但可能吃进细菌，营养还浪费了一半。许多长辈喜欢在牛奶或米酒里打颗生鸡蛋，
觉得滋补养生，但其实这样做并不好。生蛋不容易消化，对胃肠是负担。如果想补充蛋白质，最好的办法反而是把蛋煮熟煮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某些肠胃敏感或有肠燥症的老人来说，半熟蛋更要敬而远之。临床医师发现，有些患者对未全熟的蛋白特别敏感，吃了溏心蛋后会出现腹胀、肠绞痛的不适反应。相反地，完全熟透的水煮蛋和蒸蛋因为质地软嫩，细菌也被消灭，更容易被这类人的消化系统接受。因此，如果您本身肠胃就不太好，务必确保每一口蛋都是熟透的。当然，对一般健康的人而言，偶尔吃颗溏心蛋未必立刻出事，但我们在追求美味的同时，还是要权衡风险。老话常说，病从口入。为了预防肠胃炎等灾祸，老年人饮食以安全为先最明智。不吃生蛋，不吃半熟蛋，养成吃全熟蛋的习惯，其实并不会少摄取什么营养，反而多一分保障。谈到食物中毒，不得不提一桩惊人的真实事件。前些年夏天，有一间安养中心为了让院友开胃，早餐提供半熟的水波蛋，也就是蛋黄微微流淌的嫩蛋。没想到当天上百位长者里，竟有30多人在早餐后不久陆续出现呕吐、腹泻，工作人员连忙将他们送医。结果检查证实是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，而元凶正是那些没全熟的鸡蛋。可见再营养的蛋，只要处理不当，也可能变成伤人的毒药。这起事件被媒体报道后，不少儿女都赶紧叮嘱家里的长辈千万别再吃半生不熟的蛋了。第3个禁忌是错误食用隔夜的水煮蛋。头天煮好的鸡蛋，隔夜热一热继续吃，这不是很多人常有的习惯吗？但您知道吗？这看似节俭方便的举动，其实潜伏着意想不到的隐患。许多节俭的长辈吃不完的水煮蛋舍不得丢，留到隔天再吃无可厚非。但关键在于保存和加热的方法，如果处理不当，隔夜蛋可能变成毒蛋，让您的肠胃遭殃。首先，煮熟的蛋如果剥了壳放在室温下超过几个小时，就很容易滋生细菌。蛋本来富含蛋白质含水分，剥壳后更是暴露在空气中，成了细菌的温床。天气热时，放室温2-3个小时，蛋就开始变质。即使在冰箱保存，隔夜的蛋也可能受到其他生食污染或滋生一些细菌。所以隔夜水煮蛋一定要妥善冷藏，最好装进干净容器密封后再放冰箱，以减少细菌滋长的机会。更大的问题在于，隔天您如何把冷掉的蛋加热食用。很多人图方便，直接把剥了壳的水煮蛋放进微波炉，叮一下加热，看似简单，却暗藏危险。微波加热鸡蛋是出了名的地雷操作。曾有新闻报道，一位老人家微波加热水煮蛋时，蛋突然在炉内爆裂，不仅弄得满是蛋渣，还差点灼伤脸部。还有许多人分享过微波蛋爆炸的惊险片段，有的人取出微波过的蛋，用汤匙轻轻一碰，蛋竟宛如小型炸弹般轰然炸裂。更有甚者，一口咬下去时，鸡蛋在嘴边突然爆开，导致口腔严重烫伤。为什么微波会导致鸡蛋爆炸？因为蛋黄和蛋白内部含有水分，微波加热使水分迅速气化膨胀，但蛋白质的网络结构却阻挡了水蒸气排出，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砰然炸开。即使您运气好，微波过程中没有爆裂，一旦用汤匙挖或用牙咬，蛋都有可能像炸弹一样突然在盘中或口中爆开，其威力足以让人受伤。除了爆炸风险，微波炉加热蛋可能导致加热不均匀，外层蛋白可能已经滚烫，内部蛋黄却还是凉的。这样的温度不足以杀死残存的细菌，吃了加热不均匀的隔夜蛋，肠胃还是有中招的风险。此外，微波快速加热可能让蛋黄边缘产生怪异的硫化味，口感变差，消化起来也不如均匀加热的食物好。那么隔夜的水煮蛋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建议使用隔水加热的方式。最简单的是把蛋放入碗中，上锅蒸个5分钟让它透热，或者不剥壳，直接连蛋一起放入热水锅中，小火温热几分钟，让蛋重新受热。如果赶时间，一定要用微波。加热前请先将去壳的蛋用刀切开或切片，再放进微波炉，这样比较不容易爆裂且受热较均匀。总之，
千万不要整颗蛋不做处理就直接微波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所谓隔夜蛋，储存时间也不宜太长。通常水煮蛋连壳冷藏可保存5到7天，剥了壳的蛋最好在2天内吃完，超过这个保存期限就不要冒险吃了。因为冰箱虽能延缓细菌繁殖，但并非杀菌箱，时间一长，蛋白质终究会腐败变质。另外，也有人担心隔夜的茶叶蛋会产生有害的亚硝酸盐。其实，如果只是白水煮蛋，隔夜并不会自行产生毒素。但若鸡蛋长时间浸泡在含硝酸盐的酱汁、卤汁或茶汤中，确实可能生成少量亚硝酸盐。因此，茶叶蛋、卤蛋最好不要在室温放太久。如果隔夜了，务必尽快冷藏，并于隔天加热后尽早食用完毕，以免亚硝酸盐累积过多或细菌滋生，危害健康。吃隔夜蛋时，加热方法更是关键，千万不要贪快。用微波炉建议采用隔水蒸热的方式来保护肠胃。刚刚我们已经强调微波的危险，正确的做法是把冷藏的水煮蛋放进小碗，加盖隔水蒸几分钟，让蛋均匀受热。如果嫌麻烦，不妨整颗蛋带壳放入热水锅中加热，也很方便。透过这种温和的加热方式，可以最大程度保留鸡蛋的营养和口感，又不会刺激肠胃。说了这么多禁忌，您可能要皱眉了，心里嘀咕着怎么连吃颗蛋都有这么多讲究。其实不用灰心，注意这些事项只是为了让您安心享受鸡蛋的营养。归根究底，鸡蛋仍是对老人家非常友好的食物，它价格实惠，却提供优质蛋白质和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。比如维生素 A 有助维持皮肤黏膜和视力健康，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，强化骨骼，维生素 B12 对红血球生成和神经系统运作至关重要。此外，鸡蛋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有助保护眼睛。鸡蛋还提供锌、硒等微量元素，支持免疫系统功能并增强抗氧化能力。卵磷脂对脑部记忆力也有帮助。此外，科学研究显示，老年人每天摄取鸡蛋有助提升免疫力。有实验发现，长者每天吃1颗蛋后，唾液中的免疫球蛋白 AIGA 水平平均提高近3成，意味着呼吸道等黏膜的防御能力增强，感染风险降低。鸡蛋中的胆碱和不饱和脂肪酸 DHA 也被认为对维持大脑神经功能有益，长期适量摄取可能有助预防失智症。许多营养师都把鸡蛋称作营养宝库，适量吃对健康大有裨益。然而，强调适量也很重要。有些长辈听说蛋好，就一次吃3、4颗，这就过犹不及了。现代研究表明，每天吃1到2颗蛋对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是安全的，不会像旧观念那样大幅提高血液中的胆固醇。而且蛋对心血管的影响和年龄无关。许多心脏科医生指出，不少老年人反而有营养不良的问题。多吃蛋补充蛋白质是好的，但如果一次吃太多，对消化吸收反而不利，还可能引起胀气。老年人的消化速度较年轻人慢，大量蛋白质堆在胃里只会增加负担。通常建议老人家每天以1颗鸡蛋为宜，根据需要最多吃到2颗。如果平日鱼肉蛋白摄取较少，吃2颗也无妨。但若3餐已有足量肉鱼蛋白，那每天1颗蛋就足够了。如果您有高血脂或特殊心血管疾病，医生可能会建议适当减少蛋黄摄入，例如每周3到4颗。毕竟蛋黄含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，但蛋黄也有许多营养，如脂溶性维生素和卵磷脂，所以没有严重高血脂的人没必要谈。蛋黄色变一味丢弃蛋黄反而浪费营养。对一般长者而言，多吃蛋补充蛋白质反而有助预防肌肉流失，保持体力呢。另外，再补充几个大家关心的吃蛋小知识。第一，鸡蛋和豆浆并不相克。很多人听说早餐鸡蛋不能配豆浆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早年确实有人指出，生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会影响蛋白质吸收，但只要豆浆是煮熟的，市售豆浆都是经高温煮过的，这种抑制剂已被破坏，和鸡蛋一起吃没有问题。从营养角度看，蛋白质搭配豆类还能实现氨基酸互补，鸡蛋配豆浆其实是很好的早餐组合，所以长辈们尽可以放心的一边喝豆浆一边吃鸡蛋，只是记得
豆浆一定要煮滚透再喝哦。第二，吃完鸡蛋后别立刻灌浓茶，有些老一辈喜欢饭后来杯浓茶，觉得解腻助消化，但如果刚吃完蛋就马上喝茶，尤其是浓茶，茶叶中的单宁酸会和蛋白质结合成不易消化的沉淀，可能引起便秘，蛋白质遇上散凝会变得更难分解，对肠胃虚弱的老人而言更加不适，所以最好间隔一段时间再喝茶，或者改喝淡茶。此外，茶还会抑制铁的吸收，鸡蛋虽不是特别富含铁质的食物，但为了不浪费营养，吃蛋后还是别立刻喝浓茶为妙。除此之外，鸡蛋本身不含任何膳食纤维，如果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，光吃蛋也可能造成排便不顺。长辈们吃蛋的同时，别忘了搭配青菜和水果，营养更均衡之余，也能帮助肠胃蠕动，更好的消化排便。第三，避免鸡蛋与某些水果同食。传统上流传一些饮食禁忌的说法，例如牛奶加柳橙汁一起吃会不合，或者鸡蛋和柿子同时会中毒等等。其实正常情况下适量食用不至于中毒，但如果空腹时同时吃柿子和水煮蛋，可能因为柿子含有大量鞣酸，会和蛋白质结合形成凝块，加重肠胃负担，严重时甚至形成胃食。所以原则是空腹时不要以柿子、山楂等含高鞣酸的水果配鸡蛋。至于柳橙汁和鸡蛋一起，其实并没有冲突，只是有人空腹喝了酸酸的柳橙汁再吃蛋，感到胃酸过多不适，那是因为它本身胃就比较敏感，并非橙汁和鸡蛋相克。如果要喝果汁，建议在饭后隔一阵子再喝，对胃的刺激会小一点。很多人也关心自己在某些健康状况下能不能吃鸡蛋。举例来说，有胆结石或胆囊炎的长者可以吃鸡蛋，但要节制蛋黄的摄取量，因为蛋黄中的脂肪会刺激胆汁分泌，引起胆囊收缩。如果结石卡在胆管口，可能诱发剧烈腹痛，甚至胆囊发炎感染。建议这类人平日可以酌量食用蛋白，而少碰蛋黄，或每次只吃半颗蛋黄，以免引发不适。同时，烹调方式也很重要，最好选择蒸蛋、水煮蛋这种低油方式，避免煎蛋、炒蛋摄入过多油脂，加重胆囊负担。至于发烧的时候能不能吃鸡蛋，民间流传的说法认为发烧时吃鸡蛋会火上加油，但其实这没有科学根据。营养师指出，煮熟的鸡蛋属于容易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，发烧中的病人吃了可以补充体力，并不会让烧更难退，除非患者伴随严重的肠胃症状，如呕吐、腹泻，需要暂时禁食，否则发烧时适量吃蛋是没有问题的。相反，如果病人因为忌口反而营养不良，体力下降，才更不利于康复呢？最后我们再强调一次，鸡蛋好不好全看您会不会吃。好的吃法能让鸡蛋成为长寿加分项，错的吃法却可能让肠胃受苦。我们简单总结今天提到的3大禁忌吃法。第一，空腹吃蛋容易伤胃。第二，半熟蛋常有细菌风险。第三，隔夜蛋加热不当可能惹出肠胃问题。只要避开这些陷阱，您就能安心享受鸡蛋的美味与营养，让小小一颗蛋成为健康助力，而不是大大的烦恼。